不好意思，第二届的那个 TWA 的朋友，就是没有跟你们拍到照，对不起。你已经开始讲话在那个大舌头了，你知道吗？啊，真的吗？我真的开始空腔了。而且重点是没有苦味。真的完全是你的菜。对，完全是我的，这完全打中 ，touch my heart。被帝王赏识的小李 touch 你的心。我认为还需要再加，你看我加那么多，这口感这样刚刚好，就是要一半的威士忌，然后一半的苏打水。爸，这个帝王15年我们就送给你了。我怎么看你都有帝王香，对不对？你好狗腿哦，是不是？但这句话不要讲给自己爸爸听，要讲给岳父听。哦，你好会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漂亮。欢迎收看里奥社长来品酒，我是里奥。是啊。今天我们要介绍帝王威士忌。所以你今天才会穿成这样吗？帝王之相。这好帅哦！这是什么衣服？这叫苏格兰的 kilt。为什么我会穿这样子？为什么？这讲到当年，在2015年的时候，小弟曾经被任命为百加得亚洲区的品牌大使。你有当过品牌大使？真的，因为当年2015年的时候 ，Bacardi 他们在亚洲并没有华文讲师，所以那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公司就拿了3张照片给国外看，哪一个会比较上相，比较适合百加得集团的人，他就选到了我。这时候我就去担任他们品牌讲师，然后呢，但是我只讲免税市场，所以我当年我曾经1个月飞了中国6个城市，到处去他们免税机场去讲课，所以。坦白讲，我对 Bacardi 的这个帝王威士忌相当熟悉。原来如此。既然要讲到帝王威士忌，我也特别熟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帝王威士忌，一开始就要讲3个小故事。这个帝王威士忌，这个帝王，他是第一个把他名字放在酒瓶上面的人，所以他的创办人叫 John Dewar， 他就把 Dewar 放在他的酒瓶上面。所以这英文叫 Dewar 哦。对，他就叫 Dewar， 就叫。Dewar 帝王就叫帝王啊，就这么简单而已。刚刚是不是发音不太标准？他把他名字放在上面，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他是什么星座？狮子座。狮子座，我在之前几集有讲过，对不对？各位，他不是狮子座。有奖征答，如果你知道 John Dewar 他是什么星座的话，麻烦请在我们的粉丝团下面留言。第一个留中答对的人送你小礼物。再来呢，第二个。他也是第一个苏格兰威士忌装成玻璃瓶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做户外广告、电视广告的品牌啦。他最早就有这个头脑，厉不厉害？这是我们的行销祖先哎。但是事实上，做这个户外广告让他发扬光大的是 John Dewar 的儿子，叫 Tommy Dewar。他是个鬼才，而且呢，你知道吗？我刚刚讲说。John Dewar 他是不是生了 Tommy Dewar？而且老来得子，他59岁的时候才生下 Tommy Dewar。哇，他身体好好哦。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喝威士忌就会壮阳，知道吗？你不要在节目上卖药。是。Tommy Dewar 他本身也做了3个非常厉害的创举。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是把 Dewars 这个品牌做户外广告、做电视广告。他还有一个文献资料好厉害，非常的创举。在当年不是都是马车，他在马车的轮胎，就是那个木头上面把 Dewars 的名字刻在上面。轮胎的胎皮，对，胎皮就是等于是木头啦。然后呢，在地上行走是不是都会？因为当年都是泥土，所以地上就会有所谓的 Dewars。哇，聪不聪明？真的是鬼才，真的是鬼才，很聪明。这是他第一个，他第二个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是第一个用社群行销的人，意见领袖的这个方式。他把这个酒呢。拿到了美国，然后透过他的好朋友送到了美国总统班哲明的这个桌子上。他一次送18加仑，18加仑呢，他以为是在加油，对不对？然后班哲明就拿起来喝了，喝完以后就刚好就被《纽约时报》拍到了，是不是讲刚好？这明明就是塞好的梗，对不对？然后呢，标题就写什么？美国总统既然喝外国威士忌，有没有觉得是当年的社群行销？有是不是把化妆品啊，把酒拿给艺人跟名人身上，然后就不小心被拍到了？原来你也是喝外国威士忌，原来你也是用这个品牌的人。Tommy Dewar 厉害，所以他上了这个《纽约时报》，他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也是成为全美销售量第1的调和威士忌高手。Tommy Dewar 又干了第3件大事，因为 Tommy Dewar 呢，毕竟年轻气盛，他21岁的时候非常喜欢跑酒吧，所以他从苏格兰。到了伦敦去，把每个酒吧都喝了一轮，这时候建立了相当强烈的情谊感情，爱跑酒吧
跑到把威士忌卖到伦敦整个酒吧，而且是伦敦酒吧里面唯一的酒类供应商。这是多久以前啊？大概在100年以前吗？18世纪，因为他出生于1864年，所以是18世纪的那个年代。你看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知道？如果没有我讲故事，你会知道吗？你一定不知道。对啊，搞得你好像他们的子孙哦。那是因为我是第8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故事，对不对？当然要评你。哦，终于。怎么样？怎么样？我讲太多是不是？好讲完了没？我跟你讲，我本来要讲126页，我浓缩成2页而已。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介绍给各位是什么？白牌。帝王白牌是它最基础的酒款，而且是销售量最好的酒款，对不对？我们把它打开。美国销售第1名，开了。而且这个白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当年你知道 Highball 是谁先开始的吗？就是 Duer 啊，是 Duer。Highball 是日本的角瓶发扬光大，但事实上，真正的 Highball 这个名字一开始是来自于 Duers。他怎么什么都第1名啊？我的天啊 Duers 有一天去纽约酒吧，他就说 Give me a ball， 其实就是个树。你说什么ball？给我1颗球。然后这时候呢，他拿了这个高脚杯，然后呢，他就顺势放了苏打水。因为他喜欢加苏打水，然后顺势放了一杯冰球，这就是最早的 Highball。而且他把这样的品饮的方式，他把它投稿到政治家晚报。从那时候开始 ，Highball 这个名字就是加苏打水。你知道我超喜欢喝 Highball 的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这样。但是观众想知道啊。好，来，先来喝白牌。它比较丰富的一些香草，然后有淡淡的一些轻奶油的味道，所以比较是波本调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辛香料的味道，所以它闻起来的话就是偏向于清新淡雅风格，没有什么刺激感的风格。其实我刚刚喝了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滑顺，而且它的就是口感上面又是有那种咸甜的那种风味。它不是属于那种大片油脂感的感觉，它是属于丝滑，所以进去有点化开来那种感觉。然后余韵属于中短型，所以余韵它回给你那个什么蜜饯的那个蜂蜜的感觉，它是属于甜感，不是苦味型。你看，在美国帝王销售量第1，所以这款酒真的就是属于顺口型，顺口，非常讨喜，完全没有我不喜欢的味道。那这很适合在家里自己居家饮用而且我现在开始期待当年为什么要加苏打水，因为它其实已经很丝滑了对啊。对不对？我们现在目前有没有苏打水？有啦，有是不是？在冰箱。我们把苏打水跟冰块把它弄过来试试看。哎呦，我操，速度那么快啊！然后你马上把这个吓我一跳啦！把这杯子全部都弄好，是不是？各位，但是这样讲 Highball 以前我刚刚还少讲一样东西。帝王威士忌是全苏格兰威士忌当中最喜欢比赛的威士忌。最喜欢比赛？因为它是现在目前苏格兰威士忌当中获奖最多的品牌，超过4000面。从它成立到现在，超过4000面的金牌，它连我们的 TWA 都参加。它是2019年荣获专家组金牌，你看连台湾都不放过，厉不厉害？很厉害啊，而且不意外。不意外是不是？来，我来这种小事，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受过训练的。我来啦，你来是不是？我会了，好，听，太多了。我上个月去当调酒比赛评审。你去当评审哦。所以本身我也是有一套，也是会调的嘛。它酒1/3，苏打2/3。真的要让它融合。我看那个调酒师他们是这样的，这边是我的。你倒那么大杯当然是你的啊，还要试一下。你看调酒师都要这样。有没有咸咸的？没有啦，来试试看。Highball 小酌，你看调得多好。哇，很爽快呢。因为刚刚喝白牌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的风味，它是属于很干净的，所以我觉得用干净口感 whisky 做 Highball 的话是最好喝的。这口感这样刚刚好，就是要1半的威士忌，然后1半的苏打水。好，这就是我们介绍给各位的帝王白牌 Highball 的喝法。再来，我们上我们的第2款酒。好，来各位，我们现在准备要上的是我们帝王12年苏格兰威士忌这一款酒呢，各位。我要讲帝王首创了一个2次陈酿法，就是它谷类威士忌跟麦芽威士忌融合了以后呢，通常在这时候是不是会进行装瓶上市？对啊，但是它没有，它 mix 了融合了以后呢，再放到橡木桶当中，再熟成6个月，2次熟成。6个月后才装瓶上市，因为他认为谷类跟麦类它们2个结合了以后，不
不能马上就装瓶，他们一定要先同居，要先彼此认识，先谋合，然后呢，他们才可以结婚装瓶上市，合不合理？谷类、麦类，男人、女人2个相亲结婚，马上就结婚，是不是会离婚？他们完全不了解彼此，同居6个月，所以你都了解他的状况以后，最后装瓶上市，就会成为最完美、最融合的帝王12年，颜色挺深沉的哈。它的香气比刚刚又更奔放了一些。我认为它比较偏向于水果，是比较深色果实的水果味，蜜饯、李子、白巧克力，好像有一点那种一点点烟草的味道。来喝喝看。酒体中等，然后你在咀嚼的时候，它有那个刚刚讲说那个李子跟蜜饯，还有那个深色果实那个暗示在里面。然后它的余韵呢也是属于中短。我发觉我刚喝了白牌跟喝了12年，我发觉它都是属于走顺口系的。各位，如果你刚入门喝威士忌，坦白讲，我也会建议你请喝调和威士忌。但单一麦威士忌，因为它风格调性5大产区太迥异了，那你应该喝调和威士忌。因为在官方资料讲说，帝王的调和威士忌是来自于40种的基酒，40种，对，调和而成的，太强了吧？所以才会造成一个这么滑顺的一个口感。所以入门威士忌的人，我会强烈的建议你先喝调和威士忌，你就可以一直往下走。尤其帝王12年，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调和威士忌，很像那种交响乐。那单一麦的威士忌有点像是萨克斯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独奏，一个人在那边吹喇叭。对，就是你喝单一麦芽的话，不见得每一支你都喜欢。对，但是调和的话，一定就是可以符合你的口味。而且这个是蛮适合朋友一起去钱柜 KTV 啦，然后一起去吃饭啦，然后场合喝酒，它就会比较顺口。而且你不觉得它回甘很久，它的回甘好长哦。截至目前为止，我给它的那个评语是什么？都是属于绵密型的，然后让你嘴巴里面马上化开来那一种，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东西我还没有讲到，它的调酒师其实是女性啊，是女生 Stephanie， 而且她是连续4年获得 IWSC 年度最佳蒸馏师，连续4年，所以你有发觉她蛮打中女性。有完全打死我！我这样打你。调和威士忌，坦白讲，它有丰富，就是有丰富的层次感，它余韵带给你的那个甜感很高哦。它不是一入口就甜的那一种，它是尾韵好甜好回甘哦。它是属于7分甜，我好喜欢这一支哦，而且是慢慢散、慢慢散、慢慢散开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帝王12年。我发觉价格都很亲民，因为它是号称 CP 值之王，而且这样的一个丝滑入顺的这个口感，我觉得值得推荐。下一支酒款，紧接着介绍就是我们的帝王15年威士忌，而且这一款酒，各位独限台湾系列，专门为东方人量身定做的口感。15年的调和威士忌，目前在台湾市面上非常少见。目前在市面上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帝王15年威士忌。这一款酒漂亮，我第一次喝我有喝过，我自己有买。那你有没有打桶边？没有啦，我去露营的时候买去喝的。那我就放心，香气比较偏向于绿色果实调性。它这个12年的话，它也是果实调性，但是它到15年的时候，感觉它越老越年轻的感觉。它的香气没有很闷骚哦，没有，但是有一种好像更成熟的感觉。它底层有那种柑橘子皮的味道啊，有，我蛮喜欢这种橘子皮的味道。15年的口感在嘴巴里面，酒体更加厚实。白牌跟12年它比较丝滑，但15年它的这个酒体稍微开始厚实，开始有一点那种小片油脂感在里面去流动，然后它的余韵又更加的悠长。然后它尾巴带给你那个比较芭蕉、绿苹果、青草那种调性，它尾韵不是带苦的那种，是带比较麦芽调性的那种感觉。而且15年今年它是有推出礼盒版啊，是，对不对？礼盒版是什么？2023年的礼盒版，现在介绍给大家。哇，这个是一个行李箱。疫情期间，我们也快要度过了嘛，小的行李箱有一种轻旅行的概念。这个离家出走，顶多离家半天吧。然后呢，
这么漂亮哦！里面是2支帝王15年的礼盒，然后是2023年的新年礼盒。那不是要到大概1月才买得到？介绍给各位啊，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回家啊、除夕啊、过年啊、团圆的时候吃饭喝酒，这个超搭。有道理耶，真的。我觉得回到家里，我们像这种北漂的这个游子，我们回到南部，回到家里，是不是会就跟爸妈做团圆饭，对不对？然后你就带着一个这个回去，爸，这个帝王15年，我们就送给你了。我怎么看你都有帝王相，对不对？你好狗腿哦，是不是？但这句话不要讲给自己爸爸听，要讲给岳父听。哦，你好会哦。再来，是我们的最高年份。帝王18年了，因为我知道在免税市场它有35年、32年的版本，这个套子很难猜，对不对？好难哦，因为毕竟怎么那么紧啊，年份比较高啦，所以它也上面要带个套子。哎呦，我就觉得我有点强哎。以后拍片吼，我们就喝3瓶酒就好。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海波太好喝了。对，刚刚也要留给我，那杯还给我，再让我喝一口。这海波真的好喝。来介绍我们。帝王18年威士忌，这是目前境内比较高的年份，而且各位调和威士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基酒来源。帝王18年的话，它的原酒来自于哪里？巴卡迪旗下的5个蒸馏厂 ：Quickelky 魁列奇、Aberfeldy 艾伯迪、Royal Breaker 皇家伯克莱，还有呢 Mado 最后一个蒸馏厂 Ardmore。雅默全部都是名厂啊，全部都是名厂。巴卡迪旗下就拥有这5个蒸馏厂跟1个品牌。巴卡迪最厉害就是兰姆酒啊，非常非常厉害，集5个酒厂于大成，就是这个18年。果然是帝王，来吧，18年。比较深邃一点颜色比较深邃，但是它的香气没有到所谓的很闷骚，因为我觉得高年份可能会很闷骚，但它没有。然后呢，比较偏向于暗色果实，是李子啦、乌梅啦，有一点淡淡的葡萄，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杏仁味。然后呢，再来，各位，这4支酒一样没有酒精感。真的都没有它会让人家一杯接一杯，一口接一口，它这个有一种魔力。这个18年完全就是承接，就是上面的那一些风味之外，它变得绵密了，对不对？对，而且它余韵好棒哦，它余韵是一直往上冲到鼻头这边来，然后慢慢消散。它的余韵很厉害，超强的。它余韵散发给你那个有点消化饼干，然后那个杏仁糖那种感觉，而且重点是没有苦味。真的完全是你的菜。对，完全是我的，这完全打中。Touch my heart。对帝王赏识的小李 touch 你的心。我觉得从白牌，然后到12、15、18，他们的一致性就是有一个回甘味，回甘的感觉好棒哦。除了香气没有酒精刺激感以外，然后它的酒体从前面的丝滑绵密到小片的油脂感，最后的余韵都非常好，完全都没有苦味。它真的是循序渐进这样子让你的感受，完全是符合台湾人那种调性。其实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坦白讲，我觉得帝王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既然这么好喝，这么棒，他们从今年开始就应该要聘任我继续当他们的品牌大使。坦白讲，是不是？品酒会开下去。对啊，一定是要我们2个来合体去讲，对不对？就来这样把它推。没有，你自己讲就好。我自己讲就好。不要想要拉我下水。不要拉油拉下水，因为他比基尼还没准备好。最近参加那个品酒会了，每个人都问我说：“尤拉怎么没来？尤拉怎么没来？尤拉去哪里了？尤拉去哪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他去哪里？”对啊，难道你们没把社长放在眼里？不好意思，第2届的那个 TWA 的朋友就是没有跟你们拍到照，对不起。你已经开始讲话在那个大舌头了，你知道吗？真的吗？我真的开始恐腔了。对，尤拉已经开始恐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乘胜追击，好，这一把把它干掉。不要客气，怕什么？这么好喝，对不对？帝王18年又顺口，余韵又好，来喝掉，我陪你一起干了。谢谢干妈。来喝掉。真的超级顺口，真的，你看吧，帝王威士忌它本身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品牌，从1805年开始，老帝王威士忌把它的名字放在它上面，然后呢，他的儿子 Tommy Dewar 继续接手发扬光大，第一个用社群行销的人，这么有创意，这么有品牌。Stephanie 他从1998年接手以后，把这个帝王威士忌再发扬光大，让它的口感贴近于世界。
贴近于现代，然后也是全美销售第一的帝王威士忌，你还不买单吗？它算是非常的平价而且实惠。重点是它好好喝哦，就是连喝醉的人在喝都会觉得好顺口，好好喝。而且你们很少看到从节目一开始清醒，而且拍到空腔结束，这是第一次。有啦，他把他最好喝的那一面都拿出来了，眼神不要迷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各位的 Jewels 调和威士忌，介绍给各位。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的里奥社长来品酒，下周见，拜拜，拜拜。